如果你认识一个比你大的左撇子，他们都有可能曾经被迫学习过用右手写字和吃饭。在世界上很多地方，依旧有惯例强迫孩子使用合适的手。就连右字，在英语里也代表着正确和好。不仅在英语中，其他很多语言也是。但是如果左撇子是不对的，那为什么会有左撇子出现呢？现今，大约1/10的世界人口是左撇子。考古证据显示，这种比例已经存在有50万年了。约有10%的人显现出差异区别在手臂长度和骨密度上。古代一些工具和手工艺品也证明有左撇子的存在。尽管很多人认为用手习惯不是一种选择，但在出生前根据胎儿在子宫里的位置就可以预测。因此，如果惯用手是天生的，这是否意味着它是由基因决定的？是又不是。具有相同基因的同卵双胞胎可以拥有不同的优势手。事实上，这与其他同胞对的发生概率一样。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取决于父母的用手习惯，其比例惊人的一致。如果爸爸是左撇子，而妈妈是右撇子，你有17%的机会是左撇子；而2位都是右撇子，孩子是左撇子的几率只有10%。看起来用手习惯像掷骰子一样，但几率是由基因决定的。这一切的缘由是进化产生了这小部分的左撇子，并保持了上千年。有几种理论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一开始有用手习惯存在，或者为什么大多数人习惯用右手。最近一个数学模型提出，现实比例反映了人类进化中竞争和合作压力造成的人数平衡。左撇子的好处很明显是在活动中处于对立面，像拳击或竞技运动。比如，有50%顶尖棒球击球手都是左撇子。为什么？那会是很特殊的优势。左撇子很小众，左撇子和右撇子的选手都会花大量的时间练习对抗右撇子，所以当他们面对面对抗时，左撇子会更熟练地对抗右撇子对手。然而右撇子的就无力对抗了。这斗争的假设因人数上的不平均造成左撇子的战士或者运动员有优势，是一个很好的负频率相关选择的例子。但根据进化法则，有相关优势的组群会发展至优势消失。如果在人类进化中只有战斗和竞争，自然选择会导致左撇子的数量从很少变为很多，直到它们不再是稀有资源。因此，在一个完全竞争的环境中，会有50%的人口是左撇子。但人类进化史上有合作和竞争，由于合作的压力，将左右手分布推向相反的方向。当在高尔夫比赛中，选手的表现不用依赖对手，所以只有4%的选手是左撇子。这是个更广泛现象的工具共享。像年轻有潜力的高尔夫手们更容易找到右手为主的俱乐部。很多重要的装备都是为大众的右手选手设计的，因为左撇子都用不惯这些装备，而且高失误率会使他们在纯合作环境里吃亏，最终造成人数上锐减。为了能正确预测左撇子在人群中的分布以及与各项运动中的数据配对，该模型表明，左撇子作为一个小而稳定的少数群体的持续存在，反映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来自于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出现的竞争和合作效应。最有趣的是，数据可以告诉我们很多关于人群数量变化中包含的信息。从有爪动物合作的倾斜分布，到合作狩猎社会里比重稍大的左撇子，我们会发现有关早期人类进化的某些难题的答案就在我们手中。如果您热爱学习，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发布的全新视频内容包罗万象，从透过猫科动物看世界历史，到在月球生存的必备技能不一而足。敬请继续关注
永葆探索热情。